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来解说960跟1093的 KVK。在之前的 KVK 我已经有解说过了，不过今天简短的带过，直到黄庭结束为止。至于外交结果之前有讲过好几次了，所以今天也不再提。首先是关卡4之战，其实960跟2605并没有打得特别激烈，并没有多少的野战，然后旗帜也是卡在中间，也没有做多少的集结跟驻防。直到关卡5开放的时候，960在开场的时候压制着2605成功拿到比较多片的领土，而且还有包括2个关卡 bug， 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把2605成功推出关卡5。在关卡6开放的时候，960跟2605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，但是960有尝试过要进入那个区域丢要塞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至于93的方向呢，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在打这个 KVK 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注意93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只能大概叙述而已。在第一天关卡4的时候，基本上93是已经拿下了2片区域。在关卡5开放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不到1天的时间就把土阵营给推回去了。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土阵营他们建起的速度也没有很快，那时候旗帜也并没有多少只，所以93很快速的就把他们给推回去了。到了关卡4开放的时候，93是走去下面的区域，突破了木根光阵营的第6区域，成功霸占了他们整个第6区域。不过在关卡8开放之前，也就是黄庭开放之前呢，他们还没有烧光木根光阵营在区域6外面所有的要塞。到了关卡7的时候，也就只有93跟960能够接触而已。在一开始93是成功拿下了上面的关卡7，但是那边并没有战斗，真正战斗的地方还有主盟全部都在下面。在下面的这个关卡有发生过好几轮的野战，做了不少关卡的集结还有驻防。不过最后这个关卡7也是被93给拿下了，但是后来960又跑上去抢掉上面的关卡7，在那边野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拿回关卡，又回去下面的关卡再重新打过。简单的来说，在关卡7的时候双方都在互相消耗，直到关卡8也就是黄庭开放的时候。在关卡8开放的前期，由于93他们拿下比较多的第6区域，他们是拥有4个门口的，960只有2个门口而已。所以在黄庭刚开放的时候，93可以直接从中间的部位开始建旗帜出去。相反的，960只能从关卡附近的位置开始建旗帜。关卡8开放的时候是由93优先拿下门口，速度稍微快了一点。当双方的野战部队集合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93大人群部队的压迫感。在93高峰时期的野战是直接碾压了960的野战部队，在93的野战压制之下，拖延了960建旗的速度。当93的旗帜连接上960的旗帜之后，就马上拆掉960的旗帜。960由于人数不足，再加上一开始的位置其实拥有的 TP 位置并不是很多，都有一大堆的采集点，没有办法牵成更多的玩家过来帮忙，也导致成下路的位置很快就失守了，不到1天的时间直接消失了一大半。到了第2天我开直播的时候，下路是完全不见了，只剩下中路跟上路。在第2天快要结束之前，地图依然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后面就有变化了。其他阵营趁着960跟93在打着黄庭的时候，开始从关卡出来烧掉外面的要塞，准备突破出去。在960的背后，2605他们是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把旗帜已经建到圣地的部分，计划夺走960的圣地争议。在第3天的时候，960的领土越来越小，只剩下右上角的那么一小块而已。到了第4天，领土又在减少，只剩下地图的护城河保护着960的旗帜。但是在同一个时间，93后面的屁股也是很危险，其他阵营已经开始建旗帜拿下他们的圣地，还有断了不少93的旗帜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93跟960其实在黄庭之外的区域都已经被人家断掉了，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联盟水晶。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93在黄庭里面的领土比较大的关系，他们拥有的资源还可以撑着。在后面几天的时间，由于93那边比较多是北美玩家，活跃时间都是从凌晨到天亮，所以每天到天亮的时候，960的旗帜又被减少了。在93非活跃期，960又反推回去，拿回原本前一天拥有的领土数量。在第5天的时候，其实2605有尝试过想要用翻墙的方式更快的去拿下960的门口，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要塞是直接连接上黄庭外面的旗帜，所以这个时候960是绝对不可能让2605翻墙成功烧掉他们的要塞。就算烧不成功，960的部队也要派回去驻守要塞。但是被2605摧毁掉要塞的话，黄庭外面的旗帜全部都会失效。当960发现之后，就建了几根旗帜挡着他们翻墙的位置，但是下路就没有办法去阻止了。
不过就算下路他们成功突破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主要原本那个位置就已经被93给占领了，所以就算2605他们成功的把旗帜建到这里，也是打到93而已，而不会影响到960。到了第6天，下面的木根光真灵他们即将要抵达93的门口了。同一时间，2605的旗帜也在往前推进，也切断了960连接上的旗帜，即将要走到960下面的关卡坝。也是在这一天，圣城开放，93的全员部队上线，拿到了 buff 之后有加成，打败了960。直到第7天，960在皇庭外面的旗帜完全失守，全部旗帜都被93给点着。也因为领土越来越小的关系，再加上不够成员们上线去打架，已经开始完全没有办法守住旗帜了。下路的部分，2605也是成功突破拿下了关卡，但是他们没有建任何的旗帜，只是随机虔诚进入。看到有哪一些玩家并没有在领土上，他们就直接去围殴或者是开集结，清零了不少的农场账号还有玩家。最后整个圣城是由93给拿下了，全部旗帜都是93的。有很多人说到960为什么不要反打回去，你们还可以拿下门口打，主要还是领土的问题。那如果你在皇庭里面的话，其实领土会比较靠近93，派的兵线也会比较短，但是当你们在门口外面的时候，派兵的路线会越来越长，补给线比较长的情况下，很难去打败敌人，把他们的野战给推掉。这也是为什么960一直要坚持在皇庭，而不去阻止2605，或者是从下面突破93的门口去打他们的要塞。只要皇庭的旗帜消失之后，就没有办法再成功进入了。而且93的人数比较多，就算真的960要从下面突破去打掉他们的要塞断旗帜，93也可以派部队下去阻止。而且960派了部队下去烧旗帜烧要塞的话，就变成皇庭里面没有人帮忙推旗帜，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皇庭跟93对战了。最大的问题还是960的人员不足。有人问到为什么下面的关卡不要让给2605，首先960跟2605并不是合作关系，这一场 KVK 大家都是 free for all， 而且2605就算拿下下面的关卡之后，他们会攻击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93还是960。那么960就这样子放弃了 KVK 吗？皇庭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了，但是后面的方向还是可以再打。960回头去打2605，拆掉2605在外面所有的旗帜。原本2605试图要拿下960所有的圣地，但是都因为被断旗了之后，完全没有办法拿，也不会让2605渔翁得利，在93跟960打到2个都精疲力尽的时候，让他们进入皇庭拿下圣城。所以接下来就看2605他们到底会不会出现，会出现的话960继续会跟他们打，就算他们不出现，960依然还会跟93打。在关卡坝的门口，93和960还是有在打集结跟驻防，不出意外在皇庭结束之前应该也是这样子跟93打了。不过这个地图比较多争议的地方还是在2605，甚至还有2605拿下了关卡6之后，烧掉了93的要塞之后，他们并没有建任何的旗帜往前推进。还有在他们拿下皇庭的关卡坝之后，并没有建任何的旗帜进去，拆掉93的旗帜，很多行为都像是在帮93或者是跟93有合作关系。还有木根光阵营只是攻击1093，并没有攻击960的问题，也被说其他阵营跟960合作。尽管如此，这个地图依然还是 free for all， 没有任何盟友关系。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再次强调过了，甚至还有人觉得说960打不赢皇庭又要回去打2605，这样是懦夫的行为。其实他们要跟93继续打的话，也是要拿下圣地，不然要怎样跟对方打？圣地有治疗加成，有跑速加成，有防御加成。像2605没有在战斗的话，其实他们没有必要拿下这些圣地，反而960才更加需要。不管怎样，这一场 KVK 呢，其实还算是比较刺激的，尤其是皇庭打了这么多天，已经有很少的 KVK 可以打到这个程度了。每天的报纸就是好几十亿的部队伤亡，也就等于说莉莉丝在这一场 KVK 呢，应该是赚了不少的钱。我也很期待这一场 KVK 最后的结果还有数据啊，到底谁的击杀、治疗还有阵亡最多。这一场 KVK 也成为960这么多场 KVK 以来第一次失败的 KVK， 不败神话终于被打破了，也是恭喜1093成功获得胜利，为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战斗，让万国觉醒社区全部都活跃了起来。那这一次的影片因为是简短说明的关系啊，所以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呢，可能不是说的这么详细，还有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在战斗的关系，所以可能忽略掉了其他阵营在做什么东西，所以提前在这里跟各位道歉。至于960会输给1093也不太意外，主要是93原本的人数就比960更多。2024年第一场史诗级的战斗也是在此落幕，希望今年还有更多精彩的战斗可以看。这一场 KVK 的精华解说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